大家好，我是亚超。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圣经不是一本好书，真的？在 YouTube 上有一位先生，他做了一个影片，叫做10个圣经不是一本好书的理由。 The blogger Southern Skeptic did an excellent job of explaining why. You could see the link below. And he gave me permission to share and expand upon his ideas. So how do we know the Bible is not a well-written book?这位老兄是个大外行，如果你在网上查什么是最畅销的书，你马上就可以看到维基百科说，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圣经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卖了有50亿本。我们就要请问了，如果圣经不是好书的话，它为什么能够卖得最好呢？我们到底要来信维基百科、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是这位老兄呢？这位老兄是圣经的门外汉，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说外行的话。从他说的，他就承认他是个外行了，因为他是经过人的授权同意所做的这个影片。你继续往下看就知道，那授权给他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外行，因此他就更是一个外行了。圣经是本奇妙的书，在我频道上有一个专门介绍圣经的影片，圣经是人智慧的泉源，大家可以随时点右下角的连接去看。 It's not well organized. The Bible is a huge mess. I mean, it's written in chronological order, not thematic order. And that might be okay if the Bible were a history book, but not so much when it's a guidebook for life.圣经所谓经就是许多本书的集合，所以它不是一本，是有66本。圣经大概有40个作者，根据神给他们的启示，经过了1500年到1800年的时间，在欧亚非三洲用3种文字写成。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就知道它并不是根据事件的前后所排列的。 You want passages about love?Marriage, homosexuality, abortion, you won't find them in one spot. There's not even a helpful index. And this forces Christians to quote verses out of context all the time. 这位先生没有搞清楚，圣经是神用来与人沟通的管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儿子听父亲说话，所以父亲在不同的时间当然是说的不同的话。请问你的父亲跟你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把你一生所要做的事都一下就告诉你呢？不可能的。至于索引 index 或者是参考书目这些事情，当圣经成书的时候，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索引，什么叫做 index， 一直等到宗教改革之后，人因为研究圣经的结果，就产生了索引跟参考书目。你问我怎么会知道的呢？参考书目它的英文就是 bibliography， 那 bibliography 的字根就是圣经，就是 Bible 了。那么讲到圣经的索引的工具的话，就多得不得了了。那请问，如果圣经不是好书的话，那谁去写这个索引呢？ There are no pictures. I know, not all books need pictures.这根本就是废话，他自己就说了，不是每一本书都要有图画的。 It's not very specific. When it comes to things you're not supposed to do, the list is scattered everywhere. A more helpful book would just include a checklist of things you're supposed to do and things you're not supposed to do. 圣经不只是道德规范的简介，基督教也不是教条主义，它其中有一些告诉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原则。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又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又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它是给我们原则。你试想，
若神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不该做，那没有列出来的应该怎么办呢？ It'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We shouldn't need theologians and pastors to explain all of this material to us if God felt it was that important. 圣经里有很多很容易理解的，比方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做坏事的话，我们会遭受报应的。但是圣经的确有很多不容易懂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神为了要使那些愿意去钻研、去追求的人所预备的福分，如果你愿意去研究，你就能够得到那些奥秘。这个人他不去读，当然他读不懂。圣经有一句话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圣经上有很多的事需要解开的，换句话说，你需要一个钥匙，这个钥匙就是你的信心。这个人又不信，又极力来抵挡神，他当然是读不懂。 It's not consistent. There are so many contradictions throughout the Bible, and it's not like they're hard to spot. I mean, even Genesis 1 and 2 have difficulties reconciling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Gospels have contradicting accounts of the details of Jesus' life. 创世纪第1章是描述神怎么样在6天里头创造，而到了第2章又重复的说创造，可是这一次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创造，所以第1章跟第2章是完全没有不符，没有冲突。可惜这位先生他圣经的一开始他就没有读懂。4福音是由4个证人的记录，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很诚实来记载耶稣的事迹。既然如此，不是每一个人所看到的和经历到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所以你仔细一看，整体是没有任何冲突的。而这些人他们不看事实，只会鸡蛋里挑骨头。 It doesn't make any clear predictions. The Bible makes these vague prophecies like the Messiah will come soon or we're gonna have a war. But there are no specific predictions that you would need some sort of insider knowledge to figure out. 以色列国亡了将近2000年，结果居然在1948年能够复活，他们的语言、文字和宗教都因此而复活。那这件事情在以西结书就说明得很清楚，不但说明以色列国要被掳，然后被驱散到列国，结果到了37章就说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的众民的王，他们不再分为2国，绝不再分为2国。所以是一个非常确定的预言，这位先生根本就没有去读，却是大言不惭。 There are people who think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coming soon because of biblical clues, and people who think Jesus is coming back to earth in their lifetime. They're never right, but they base their predictions on vague passages in the Bible. Maybe if the Bible predicted a natural disaster with, dates and locations and the number of victims, then skeptics like myself would have to take that book a little more seriously. 神为什么没有把末世发生的时间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神不让我们知道那一天，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可能花天酒地，到了最后一天才来准备。神不是这样，神要我们警醒。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对信徒来讲，他要我们警醒。有人又说了，圣经说末日快要到了，可是2000年都过去了，还没有到。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对于不信的人，神其实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及时悔改。 It lacks knowledge that humans of the time could not have had. The Bible is only as scientifically accurate as the people of the time. Isn't that a coincidence? 这位先生真是孤陋寡闻。在美国西北部，我们喜欢抓螃蟹，用这样的东西把中间放些臭鱼烂肉，把它丢到海里头，过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会有这么多的螃蟹。那这些螃蟹里头，凡是母的都必须要丢回去，是公的话，你就用这样一把尺来量一量，如果超过6寸，你就可以带回去几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很简单，他们有这个环保的意识。如果一网打尽，以后就没有螃蟹可以捞了。那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是因为圣经的教导。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告诉以色列民，他们到郊外的时候，如果看见母鸟跟小鸟的时候，只可以拿小鸟，一定要放着母鸟。那这是很简单，因为如果你把母鸟也抓的话，你以后就没有鸟可以拿了。那他这边说，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前面一半这样可以享福，我们很明白，因为每一年都可以来拿小鸟。但是后面一半就奇怪了，日子得以长久，是不是一个人抓了这个母的话，他是会短命2-3年呢？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圣经老早就启示，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就是告诉我们说，地球上的生态是越来越旧，若人不环保的话，这地球的寿数就会短了。所以今天我们所住的地球有一天是要毁灭的。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环保的话，那我们这个地球就寿数不多了。那人知道环保，是因为我们人在错误中才知道。但是奇妙的是，圣经在没有任何生态破坏的环境之前就警告人，你说这种知识不是超乎人的想象吗？ The characters make no sense. If you read really great books,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very complex. You know, the heroes often have flaws, and the bad guys sometimes have good intentions. In that sense, the Bible doesn't even bother with complex characters. 这位先生又搞错了，圣经的主角是神，所有其他的都是配角。但是就算如此，圣经里有许多的配角，他们也有特殊错综复杂的这些人的个性。你就光看看创世纪里头的雅各跟约瑟就知道，你或者再看看大卫王，就是非常复杂的人。而这些人物都是神给我们做榜样或者是鉴戒的。这位仁兄他不读圣经，他哪里会晓得呢？ It's too repetitive. The Bible tells the same story multiple times, and it doesn't even bother to keep all those versions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A good writer tells the story once properly and then moves on. 圣经的确是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比方说福音书里头，它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叙述耶稣。而圣经也有点像父母对儿女的爱心，所以就不断的耳提面命他的儿女。这个人不知情，所以就吹毛求疵了。 It goes too far with the stories. If you wanted to convince people to take the Bible seriously, the stories would be a little more plausible. And yet there are so many miracles that deny any semblance of plausibility. Between talking snakes and virgin births and great floods and people almost living to the age of 1,000, it's a wonder anyone could take this book seriously. 神如果存在的话，神迹就是自然的，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那创世纪里头讲的人活得很长，因为在大洪水之前，地球的生态是非常良好，地球上有一圈水遮住了伤害人的辐射线，所以人的基因就非常好，可以活得很长。
等到洪水之后，这些水就落下来变成了海。那因此人的寿数因着辐射线基因就损耗，那么所以人的寿数就变成120岁，正是我们现在最长人的寿数。那这位老兄呢，他不读圣经，所以他当然是不知道，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外行。圣经若不是好书的话，他岂可能变成最畅销的书呢？所以这个外行人所说的话，千万不要被他误导了。而那些把它翻成中文的，其实他们别有用心，是要来误导我们的国人的。圣经是非常奇妙的，请你不妨到教会去与那些内行的人来请教，也欢迎您看我的影片。圣经是神的启示吗？是不是人智慧的源泉？在我的频道里头有很多介绍基督教的影片，欢迎各位去收看。若有任何的指教，请来信，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belcantog@gmail.com。谢谢收看，愿神祝福你。